大家好，我就是吐槽烂片250解说电影这虎的老车。最近吧，大伙儿也知道，王家卫导演的首部电视剧《繁花》已经完成收官。我之前呢一直没有说这部电视剧，就是因为不想蹭热度，再加上广大网友对这部剧讨论的比较激烈，老车呢也想杀下心来好好看看这部剧到底是个什么水平。反正大伙儿看电视剧呢，也不可能总听别人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感受。当然，这里面有夸的，有贬的，也有感觉一般的。反正别人我不知道，但就演员阵容来说，我本人确实没有不看这剧的道理。胡歌呢也是我比较喜欢的演员，而且这里面呢还有好几年不拍电视剧的唐嫣。我记得我上回看他主演的电视剧还是几年前的《燕云台》呢。当然，包括游本昌、陈龙、马伊琍、黄觉、辛芷蕾，应该说这剧聚集了很多老戏骨和实力派演员。虽然说在同一时期的香港导演里，我不怎么看王导拍的电影，我不知道大伙儿都看谁的啊。反正就我个人来讲，在香港导演里，我看吴宇森、王晶、杜琪峰的偏多。当然，可能有的人会说老车山猪吃不了细糠，确实，这玩意儿毕竟每个人喜好都不一样，阅片量也不一样。因为国内顶级的电影太多了，从茶馆、芙蓉镇、本命年，再到让子弹飞、新迷宫、我不是药神，可以说老一代导演和新一代导演的作品，每一个人都有侧重。就像王晶导演上窦文涛老师的圆桌派里说的似的，他不喜欢贾樟柯的电影，但是感觉王家卫的电影好，觉得贾导的技法不行。当然，咱们毕竟不是电影专业的，不了解这里面的技法，但是就我个人来说，我还是比较喜欢看贾樟柯的电影，因为他的作品吧，离咱们普通人的生活更近，更具有现实意义。打个比方，就比如说《繁花》里的配乐，王家卫导演呢是直接用很多90年代的热歌做 BGM， 把我们拽到那个年代，再加上剧里离别的画面，大伙儿就很有感觉。可如果要按照贾导的方式拍这段，很多人就接受不了了，因为贾樟柯导演一般不太把歌当成 BGM， 即便电影里有歌，也是通过主角放一个录音机啊，或者路过一个理发店，理发店里放一首歌，可以说一个像 MV， 一个像纪录片，就看大伙儿喜欢哪一种了。当然，也正因为我不属于他的作品，所以我才能用一个路人视角来看这部《繁花》。首先呢，还是老惯例，咱们先给大伙儿说一下这剧的歌词大意。说的呢是90年代一个名叫阿宝的上海青年，通过和一个局子里刚放出来的金融业老炮合作，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赶上了上海炒股的热潮，并且呢，在10年间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穷小子混到了在上海黄河路上口口相传的金融大佬，最后呢还能功成身退的故事。当然，这事儿你要细说呢，也可以说是在男主炒股的期间内结识了很多人生中的过客，有一起炒股并肩作战的战友，也有海鲜摊的发小，有因为工作结识而单相思自己的公务员碰骨精，也有在日本端盘子而追随自己回国的讨债鬼灵子。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在男主身上看到自己死去男友影子的酒店老板娘。应该说，男主阿宝人生中的主要过客就这些，其余的老车就不一一举例了，因为对男主来说，其他人也不重要。如果说你要让老车用一句话来概括这剧的主旨呢，其实就是一部名叫《阿宝和他的过客们》的都市群像剧。严谨一点吧，你也可以说是一部以改革开放为背景的上海男女图鉴。当然，这是有的朋友就要说了，老车你说的不对，商战剧情你怎么只字不提呢？主旋律题材的励志情节你怎么不说呢？确实，按照整部剧的内容来说，炒股和改革开放的背景占了全剧90%的篇幅。但是呢，以我个人来讲，这部剧以主旋律和商战的角度看，根本就没说明白。你可以说这是一部优秀的都市群像剧，也可以说这是一部引起众多网友共情的都市情感剧。但网上那些吹商战、吹主旋律的，我劝你还是歇歇吧，因为全剧的侧重其实主要还是在男主和这些过客每个人的情感问题上，并不是在商战和主旋律的背景上。说实话，如果以都市群像剧的角度看，这剧确实是上乘之作。从李李对死去 A 先生的执着，到汪小姐直来直去的性格，从玲子追随男主的爱而不得，再到男主为每个人着想的个人风格，直到最后爷叔无奈离去，可以说这里面每个人的情感和内心导演刻画的都比较深刻。你说不上谁是绝对错的，也说不上谁是绝对对的，每个人的性格都有缺陷。比如男主的发小淘淘，私德上经人出轨，差一点就是肉体出轨了，但是面对兄弟在那个家家户户都没有多少钱的时代，肯把自己的家底全拿出来跟你干，谁能做到？包括有很多人说和男主一起干饭店的玲子不识大体，爱占男主便宜，还蛮不讲理，最后因为男主不爱他，就和男主划清界限。虽然说玲子确实性格有缺点，但是男主和他相处这些年也没明确断了玲子的念想，一直这么吊着，这事儿办的也有失妥当。因为你不能奢求一个像咱们这样的上班族有柏拉图那样
样的思想境界。你想想，如果每个人都知书达理、坚守底线、一成不变，那就不是人了，那说白了是人工智能。所以说，对于人物刻画来说，这剧做的确实不错。当然，这里面除了一个角色啊，那就是唐嫣饰演的这个汪小姐。说实话，汪小姐身为一个外贸大楼的公务员，在前期的剧情里都没什么毛病。你是说公私分明啊，还是有话直说的性格，咱都能理解。但后期剧情就完全把汪小姐给写崩了。当然，这不是原著的错，因为这剧经过编剧和导演大刀阔斧的改编，除了《繁花》这个名以外，已经和金宇澄老师的原著完全不挨着了。至于我为什么说汪小姐的人设有问题，相信看过剧的朋友也都知道。在后期，男主为了不让汪小姐为自己辞职而放弃自己的道路，于是就委婉的拒绝了汪小姐给自己当媳妇的想法。而汪小姐呢，因为被人陷害，就自己辞掉了外贸大楼的铁饭碗，出来和别人合伙成立外贸公司。说实话，演到这儿，汪小姐的这个人设都没什么毛病。可紧接着，汪小姐和男主抢外贸订单，我就属实有点不太理解了。你要说我们东北那时候外贸订单少，你抢也就抢了，但我咋就不信全上海滩就一个沃尔玛牛仔裤的订单就没有别的生意了呢？咋的，做外贸公司的就必须得做牛仔裤的生意啊？而且还必须得做沃尔玛牛仔裤的生意啊？你这说白了不还是偶像言情剧的路子，给男女主做捆绑吗？这剧情于情于理你都说不通。当然你可以说汪小姐想凭借一个大订单来向男主证明她那个巴掌没掰，或者想向所有人证明自己是自己的码头。当然最后汪小姐也没讨回那个巴掌啊，不过这都不重要。我就想知道，你证明自己没必要和男主抢生意，这个逻辑就好比什么呢？你和你发小或者你和你亲哥一起开了一家超市，结果有一天你想证明自己做自己码头了，然后就出去单干了。你是既不上别的地方开超市，也不在周围弄一个什么生鲜水果超市，就非得在你哥或者你发小的对面再开一个超市抢生意。我就想问问，这是正常人干出的事儿吗？最后剧里汪小姐更招笑，还把男主送给她的车交给黄河路上的商贩了，让这个商贩见到男主时给他。你说你这不是扯呢吗？咱说句最实在的话，你说你都开这些年了，就算还你也要亲自交给对方吧？这说白了，对彼此也好有个交代。你是与过去说再见呢，还是破镜重圆呢？你见面你得把话说明白了，所以你很难从一个正常女性的角度去理解她的行为。反正给我的感觉就是有点早期琼瑶剧的那个味道，就是啥呢？为赋新诗强说愁，顾影自怜。当然前面我也说了，这剧你要从商战和主旋律的角度看也不咋地，不是说老车鸡蛋里面挑骨头啊，是因为这里面有几个最关键的东西都没交代，所以商战和主旋律背景的部分并不能给这部剧加分。首先咱们先说商战部分，应该说无论是炒股、做外贸还是开饭店，这里面都忽视了两个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资源和讯息。这炒股和外贸很好理解，在刚改开的时候，你如果不是在第一时间知道上面的政策和方向，你是不可能像男主一样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的。当然这里就要说到爷叔这个角色了，你说爷叔是从哪里获取到这些关键信息和人脉关系的？可以说剧中这些事儿根本就没说，反正前期就是爷叔给出主意，男主就跟着学，永远都是有爷叔兜底，然后露脸和高光时刻呢都是男主出风头。这你说体现出男主什么商战能力了？换作是你有个爷叔这样手眼通天的人物辅佐你，咱不装假的说，别说55分账了，就算28分账你也干呢。说白了，有这样叱咤风云的人物教你帮你，你也能从阿里阿强变成强总李总啊！真的有心的朋友，你可以去对比对比《大时代》里刘青云饰演的角色，看看人家是付出了多少代价才从底层上来的。同样，这里面开饭店也是在黄金地段里一个换了身份的外来人，居然能开启这么大的饭店。说实话，这段你也解释不通。你想想，这种饭店你没有资源，没有人脉，你是怎么开起来的？别说这句，上到高大上的新闻女王，下到农村系刘老根，你看看人家维持个买卖是多么不容易。像新闻女王惹到人了，人家就来查你消防，人家也是合法合规的查你，你能说啥？而换到刘老根里也一样，你不惹人家，人家还要收拾你呢。一会儿胡科给你捣乱，一会儿丰源给你下绊子，你不也得挺着吗？虽然说最后坏人都绳之以法了啊，但这是一个没人脉没资源的人白手起家干大买卖的必经阶段。当然你要说你就在路边支个烧烤摊子，那你就当我没说。所以说这剧显然把这么大个饭店的生意想得太简单了。而且玲子后来和男主闹掰开日本料理也是闹掰
拍期间学了一段时间的日料，然后就自己掌勺开日料店了。这家伙天天都人满为患的，你这买卖也太好做了吧？说白了，客源从哪儿来的？你学了一段时间的日料就能自己研发菜系了，回来给大家试菜就能炉火纯青了？显然这些剧情和真正的商战差得有点远。而如果你要按照主旋律的角度说这剧呢，其实你也说不通。大家都知道主旋律的作品有很多，有科研题材的横空出世，有战争题材的高山下的花环，还有改革开放题材的剧，类似像外来妹呀、鸡毛飞上天呐、大江大河呀。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你得说明白在一开始主角是怎么一步一个脚印成功的，或者说怎么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受益或者取得成就的。无论是科研还是战争还是改开题材都是这样。你总不能说刚开始研发的时候种种困难你不说，然后找个地方就开始施暴吧？还有像外来妹这样的异地打拼的事儿你都不说，然后直接就表回老家开厂了吧？没有道理呀。繁花就是这样，前期男主原始积累的事情几句话就解决了，然后就开始事业上升期，成为人人口中的宝总了。这说白了不就是缺少铺垫吗？在相同背景下的主旋律电视剧，从91年中央电视台制作的外来妹，再到后来的鸡毛飞上天，再到近2年国家扶持也是吴磊主演的那个启航当风起时，你看看人家这些剧里哪个电视剧是跳过了主角的原始积累，上来就直接接单子做买卖的？咱说白了，你用姜文电影里的话说，你这净说站着把钱挣了的事儿了，自己难的时候你也没说呀。当然大伙也不用说我拉一踩一，我上面说的这3个剧呢，其实都是鹅爸爸平台家的剧，别的地儿的剧我也没说。不信大伙您可以去平台对比对比，尤其是改开题材的剧，你连怎么拓展业务的都不说，这种主旋律的背景你怎么让别人共情？所以说来说去，这剧其实就是一个比较不错的90年代都市群像剧，你也可以说这是一个优秀的都市情感剧，但它并不是侧重商战和主旋律的剧，它只是把一个时代的幸运者的高光时刻给拍了出来。最后呢，男主在重情重义的前提下完成了商战的全身而退。反正我不否认有男主这么幸运的人啊，但让我总结，这剧如果作为言情剧、群像剧、侧重感情的剧，我认为一点毛病都没有，这确实是近些年比较优秀的作品。但如果你非要说这剧的商战和主旋律的部分非常好，那显然是吹过头了，谁跟我犟我都得这么说。行了，我是老车，咱们下期再见。